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，道理你全懂，却一件都做不到？你知道该早睡，手机还是滑到半夜；你知道该运动，该存钱，该对家人好一点，可是知道归知道，日子照旧。于是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不够自律？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烂？道理听了一箩筐，人生却原地踏步，问题到底出在哪？500多年前，有一个人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石破天惊的答案。他说：你以为你知道，其实你根本不知道。一个人如果真的知道，他不可能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只说明你那个知道是假的。这个人年轻时当官得罪了权阉，被打了40大板，贬到贵州一个荒山野岭的驿站，差点死在路上。可就在那个最绝望的地方，他在一个山洞里，一夜之间想通了一件事，从此整个人脱胎换骨。后来他带兵打仗，百战百胜，讲学收徒名满天下，临死前留下8个字：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，安安静静的走了。他叫王阳明。他想通的那套学问叫心学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帮你读完他的《传习录》，也帮你回答那个折磨无数人的问题：为什么你懂得那么多，却还是过不好这一生？先花2分钟认识一下这个被后人称为明朝第一圣人的男人。他本名王守仁，因为晚年隐居在一个叫阳明洞的地方讲学，世人就尊称他王阳明。他这一生有多猛？历史上能同时做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3件大事的人没有几个，他是公认的其中一个，既是一代学问宗师，又是平定叛乱的军事天才。可是这样一个人，年轻时过得一点都不顺。他从小立志要当圣人，被人笑说不自量力，长大后考进士落榜2次，好不容易当了官，又因为仗义替人求情，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，被当庭打了40大板，差点打死，然后一路贬到贵州龙场，那是个连房子都没有，瘴气遍地，语言不通的蛮荒之地，随时可能病死、饿死。换成一般人大概早就崩溃了，可王阳明在那里，给自己打了一口石棺材放在洞口，每天对着他静坐，逼自己想一个问题：如果是古代圣人落到我这步田地，会怎么做？就在某个半夜，他突然大彻大悟，从睡梦中跳起来大叫，把身边的人都吓醒了。他悟到了什么？8个字：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。意思是，成为圣人的那个道理，不在外面任何地方，本来就完完整整的长在我自己心里。我过去拼命往外找，全找错方向了。这就是思想史上有名的龙场悟道。这一悟彻底改变了他，也开创了心学。从那以后，他讲学、带兵、评判，把这套学问用在生死关头，用在剿匪打仗，全都灵验。学生把他平时讲课、答疑、写信的内容记录下来，编成一本书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《传习录》，了解阳明心学最核心的一本书。一个从谷底爬起来的人，到底想通了什么，能让他后半生像开了外挂一样？接下来，我用《传习录》的5个重点，把这套修心的功夫讲给你听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阳明心学，那就是4个字：知行合一。这也是王阳明最广为人知，却也最常被误会的一句话。很多人以为知行合一就是既要懂道理，也要去实践，知道了再去做，理论加实践嘛。但这只讲对了一半，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讲到王阳明的重点。王阳明的意思更狠，他认为知和行根本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，不是先后，是一体。他在《传习录》里说：未有知而不行者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翻成白话就是，从来没有真知道却不去做的人。如果你知道了却没有做，那只能说明你其实并不是真的知道。这话一出，把我们所有人的退路都堵死了。我们最爱说我懂啊，只是做不到。王阳明直接告诉你，别骗自己了，做不到就是不懂。你说你知道孝顺父母，却天天对爸妈不耐烦，那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孝。你说你知道熬夜伤身，却照熬不误，
那你对伤身根本没有真的知道。这套学问一开场就很扎心，它不准你躲在我都懂的舒适圈里，逼你面对一个真相：你的人生长什么样，不是看你嘴上懂多少，而是看你实际做了多少。懂而不做，等于白懂。但别急，王阳明不是要骂你，而是要救你。接下来这5个重点，会一步一步告诉你，道理到底藏在哪里，为什么你知道却做不到，怎么判断对错，又该在哪里下功夫，把这5点想通，你会发现改变人生，没有你想的那么难。第一个重点是整套心学的地基，心即理，也就是王阳明在龙场山洞里悟到的那件事，道理不在外面，就在你心里。他在《传习录》里讲的斩钉截铁，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心就是理，天底下难道还有心以外的事，心以外的道理吗？这句话要对着当时的人来理解才够劲。王阳明那个年代，读书人信奉天理在外面的去一草一木，一本本书里把那个理一点一点找出来。年轻的王阳明信了，真的跑去隔竹子，对着竹林死盯了7天7夜，结果什么都没有隔出来，反而累到大病一场。直到龙场那一夜，他才明白，理不在竹子里，不在书本里，理在我心里。心一动，是非善恶当下就清清楚楚。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他在说，你想活成什么样的人，想把一件事做对，答案不在别人嘴里，不在那些教你成功的课里，而在你自己心里。你缺的从来不是知道，是回到心里去问。举个例子，很多人遇到人生选择，到处问人、算命，买一堆课，越问越乱，因为每个人给的答案都不一样。可是夜深人静摸着良心问自己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心里其实有答案，只是不敢承认，不可面对。王阳明会说，别往外求了，那个答案一直在你心里。再看一个例子，职场上有人天天研究怎么做人，背一堆话术，同事却就是不信任他；另一个人没有读过什么厚黑学，只凭一颗真心待人，反而人人愿意挺他。差别在哪？前者把理往外面的技巧里找，后者直接从心里那份真诚出发。心正了，做出来的事自然就对了。所以心即理要告诉你的是，你比你以为的更有智慧。别总把答案想在远方，遇事先静下来问问自己这颗心，它常常比任何攻略都更清楚什么才是对的。第二个重点是阳明心学的招牌，知行合一，也就是回答那个折磨你的问题，为什么你知道，却做不到？前面说过，王阳明的答案很冲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，做不到，是因为你没有真懂。那真懂成什么样？他在《传习录》里给了一个极漂亮的说法：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经察处即是知。这句话是整个知行合一的钥匙，我帮你拆开。知到了真切、笃实、深入骨髓的程度，它自然就变成行。你不是逼自己去做，是懂到那个份上，不做都不行。反过来，行到了清醒、觉察、明明白白的程度，那本身就是一种知。就像看见美丽的东西，眼睛一看到，心里那份喜欢当下就升起来。看见和喜欢是同一瞬间，分不开的事。举个例子，为什么你知道运动有益健康，却动不了？因为那个知只是脑袋里一句干巴巴听来的运动好。可是一个刚体检出问题，被医生严正警告的人，他对不运动会出事是真切笃实的知道了，那份知里有恐惧，有切身的痛，于是他第2天就乖乖去运动，谁都拦不住。同样一句道理，知得浅，纹风不动；知得深，立刻行动。再看一个例子，父母都知道要好好陪孩子，下班回家还是滑手机。直到某天孩子哭着说你都不理我，那一刻他心被狠狠揪了一下，真切地知道了孩子在等我，从那天起回家会放下手机。让他改变的不是又学到一个新道理，而是把一个旧道理真真切切地知进了心里。
所以下次你又陷入我懂但做不到的自责时，别骂自己没有意志力，换个问法，我是不是还没有真懂？怎么让这道理深到我不做都难受？把之变深，行就自然发生，这才是知行和一真正的力量。第三个重点是王阳明晚年最看重，被他称为一生学问精华的三个字：致良知。前面在讲道理在哪，怎么变行动，这一点要解决的是，那么多事，我到底该凭什么判断对错？王阳明的答案是：凭你的良知。什么是良知？就是你心里那个不用教，天生就会分辨是非善恶的东西。看到老人跌倒，你心头一紧想去扶，那一念就是良知；做了亏心事半夜睡不着，心里不安，那份不安也是良知。它就像一个内建的指南针，永远指着对的方向。而致良知的致，是推到极致，彻底实现的意思。他在《传习录》里说：“致无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”把心里良知之道的天理落实到每一件事上，每件事就都会合乎道理。说白了就是6个字：凭良知去做事。妙就妙在，良知人人都有，当下就知道。王阳明说，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不知道对错，而是良知明明告诉你了，你却为了利益、面子、偷懒，硬把它装没有听见。举个例子，你捡到一个钱包，良知第一时间就告诉你该还，毫无悬念。会让你犹豫的是后来冒出来的念头，里面好多钱，反正没有人看到。致良知的功夫，就是在那个关头把这些杂念压下去，照着良知最初那一声该还去做。再看职场，主管要你做一件你明知道会坑客户、损人利己的事，你心里其实咯噔一下，那就是良知在响。很多人假装没有听见，事后用我也是不得已安慰自己，愿意致良知的人会在那一刻守住底线。一个人能不能让人信得过、走得远，往往不是看他多聪明，而是看他在良知响起时肯不肯听。所以致良知给你一套最简单也最可靠的活法，遇事不必想太复杂，先问问自己的良心，然后照着做。你心里早就知道答案了，剩下的只是有没有勇气去听而已。第4个重点是阳明心学里最接地气、对现代人最有用的一课：世上磨练。意思是，真正的修行不在深山古寺里打坐，而在你每天要面对的那些麻烦事、烂摊子、讨厌的人之中。有学生问王阳明：“老师，我一静下来打坐，觉得自己心很定，可是一遇到事，一忙起来就又烦又乱，全破功了，怎么办？”王阳明点他：“那是因为你只知静养，而不用克己功夫，你只会在没有事时装平静，却不肯在事情当中真正下功夫磨自己。”他说，人必须在事上磨练，方立得住，这样才能静一定，动一定，不管有事没有事，心都一样稳。这话打醒太多人了。我们常以为修心要躲起来，要清静才能做，等哪天有空，退休了再修养。王阳明说，错了。心是在事上练出来的，不是在闲里养出来的，就像一块玉，不经反复打磨不会发光。人的定力和智慧，也只有在具体的事里摔打，才能真正长出来。举个例子，你觉得自己脾气很好，那是因为没有人惹你。真正考验修养的，是塞车塞到崩溃，被同事甩锅，客户无理取闹时，你还稳不稳得住？每一次你深吸一口气，把火压下来，把事情处理好，心就被磨亮1分。那些让你抓狂的人和事，其实全是免费的修行教练。再看一个例子，带过团队、带过小孩的人都懂，你所有的耐心、智慧、情绪管理，都不是在独处冥想时练出来的，而是在一次次被气到、被搞砸、收拾残局里磨出来的。王阳明会说，别躲那些麻烦，那正是你成长最快的地方。逃开事情去求价的平静，那平静一碰就碎。所以世上磨练彻底翻转了修行的想象，你不必等一个更清静的环境，
更有空的人生才开始修自己。眼前正在头痛的那件事，正在应付的那个人，就是你最好的道场。把每件难事都当成磨亮自己的机会，这才是真正活着的修行。最后一个重点是阳明心学的最高境界，也是王阳明用一生去证明的2个字：心安。他有一个很美的说法，叫心外无物。你的心安定了，整个世界就跟着定了。传习录里记了一段很有名的对话。有朋友指着山岩中一颗自开自落的花问王阳明：你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，可这花在深山里自开自谢，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？王阳明回了一句千古名言：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；你没有看它时，花和你的心一同沉寂；你来看的这一刻，花的颜色才在心里鲜明。这不是说花是你心变出来的，而是在讲世界对你的意义是由你的心点亮的。同样一份工作，心乱的人满眼抱怨，心定的人处处是机会。心什么状态，世界就什么样子。王阳明还说过一句特别给人力量的话，叫人胸中各有个圣人。每个人胸膛里本来都住着一个圆满、光明、什么都不缺的本心，只是被欲望、恐惧、杂念埋住了。修行不是去外面求更好的自己，而是把这颗本就光明的心一点一点擦干净，亮回来。举个例子，2个人面对同样的低谷，一个心乱如麻，觉得天塌了，全完了，把自己逼进死胡同；另一个让心先静下来，告诉自己一步一步来，于是看清局面，慢慢解开。处境一样，只因心的状态不同，一个越走越黑，一个越走越亮，能定住心的人，到哪都垮不了。而王阳明是真的把这2个字活出来了。他这一生被陷害，被追杀，打仗，评判，吃的苦比谁都多，可临终时学生问他遗言，他只留下8个字：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我这颗心光明坦荡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能在最后一刻说出这句话，就是心学最了不起的证明。守住一颗光明的心，世界再乱，你自有一份安定。所以当外面的世界让你焦虑，喘不过气，记住王阳明的提醒，别只忙着整理外面，先回头整理你的心。心安了，世界就定了，此心光明，便是你最大的底气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我们把阳明心学今天的5个重点串成一条修心的路复习一遍。第一，心即理，道理不在外面，就在你心里，遇事先回到自己的心去问。第二，知行合一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，把道理知到深处，行动自然就发生。第三，致良知，凭你心里那个分辨是非的良知去做事，难的不是不知道，是肯不肯听。第四，世上磨练，心是在一件件具体的事里磨亮的，眼前的麻烦就是你最好的道场。第五，此心光明，心安了，世界就定了，守住一颗光明的心，到哪都垮不了。你发现了吗？王阳明从头到尾都在讲同一件事，别再往外面找了，一切的答案、力量和安定，全都在你自己这颗心里。心即理告诉你理在哪，知行合一告诉你怎么动，致良知告诉你怎么判断，世上磨练告诉你在哪下功夫，此心光明告诉你最后要回到哪。5个重点其实是同一条路，把自己的心修得明明白白、亮亮堂堂。想通这件事，人生真的会像开了外挂，因为你终于不再被懂得太多、做得太少困住，而是知一件、行一件，把日子实实在在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听完很受用，但你明天就忘了，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。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开始做的小练习。王阳明的学问最反对光说不练，只知不行。所以这个练习刚好就是知行合一的最小版本。今天，请你只挑一件你一直知道该做，却拖着没有做的小事，立刻去把它做掉。不必贪多，就一件。可能是那通你一直不敢打的电话，可能是那句你一直没有对家人说出口的谢谢、对不起，可能是那个你拖了1个月，其实5分钟就能搞定的小任务。别再分析了，别再准备了。王阳明会说，你早就知道了，
现在缺的只是行。马上去做，让这个知第一次真正落地变成行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把知道和做到之间那道墙，哪怕只打通一次，那种踏实和痛快，比读100本书、听100个道理都更有力量。这就是阳明心学的第一课，也是最后一课。道理不在嘴上，在你下一个动作里。知行合一，就从今天这一件小事开始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一本完全不同路数的奇书，兵家谋略的集大成之作《36计》，聊聊一个跟修心截然不同，却同样受用的主题。当你身处逆境，面对强敌，老祖宗留下的那些以弱胜强、转危为安的智慧，到底要怎么用？最后留一个问题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哪件事是你明明知道却一直做不到的？看完这集，你打算今天就去做掉哪一件？我们下集见。